谁不见了？何袅袅离家出走了？这个家要是没我爸，我早就离家出走了。妈，袅袅都诡计另一个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她要真能只身闯上海，我倒对她刮目相看了。你别急，我待会儿就去车站问。现在工作人员都很负责的，看见一小姑娘独自出行，肯定会盘问的。你别急啊，你别上火，我给你信儿啊。谁啊？陈麦东？啊？何袅袅，你想干什么呀你啊？你留个字条你就走了，妈担心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主意怎么这么大呢？这不平安无事了吗？人家有惊无险，这要出什么事就晚了。你先给廖一报个平安。哦。你怎么逮着他的？我来上海开会，碰巧在车上遇见了。谢谢你啊，真的，我都担心死了。没事儿，你好好跟他说。我先走了。你有急事儿？那个也还好。那要不要坐下来喝杯水？也没有空吃饭答谢你。你在也省得我俩话不投机，我再揍他。你怂打孩子？我可以从现在开始学着打。妹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要这样？家里冷。什么意思？我总觉得爸还在家里，他想带我走。何袅袅，你别胡思乱想。何叔那么疼你，怎么会带你走呢？正是因为他疼我，才想让我去陪他呀。你们不都说他去了更好的地方？说实话，其实我是想跟我爸走，但又怕着咱妈没法交代。何袅袅，你越说越离谱了。你怎么这么不尊重小孩的感应啊？我就是知道爸还在，他总跟我说话的。妹，我怎么会不尊重你呢？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一样啊。但我们不能这么想。即便都是12岁，都是没有爸爸，你也不是我代替不了我的感受。
娘娘，你的感受未必是错觉。世间万物的基础结构都是原子，包括人。某种意义上，其实就是一种能量，只是看不见、摸不着。你朝夕相处的爸爸，只是换了一种能量形式存在，所以你能感应到，也很正常。所以我爸真的还在房子里，对吗？他永远在你的心里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可我想调到我爸的频道，告诉他我很想他，忘不掉他。有些话你不说，你爸爸也能感应得到。他现在应该很担心，因为他的突然离开，对你们一家都是很大的打击。我们每个人上学要考很多的科目，但却从来没有死亡教育这一项。死亡烂透了，我为什么要接受这种教育啊？娘娘，死亡呢，其实只是一场漫长的捉迷藏游戏。你现在找不到爸爸，并不代表你的生活就没有了意义。正因为你爸爸藏了起来，你才更应该珍惜身边其余的家人。不是？那我爸爸他现在过得好吗？还会有什么痛苦吗？对不起，这个我也不知道。但以我的专业来说，刚离开世界的人，他们的身体既不是残骸，也不是遗迹，而是正在经历某种生命的转变、孕育和孵化吧。当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科学家们曾有过一种猜测：你身体里的亿万个原子开始疏远，不再受制于人类的形态，构成人身体的零件像毛衣一样被拆开，伴随着人的最后一次呼吸，这些原子开始分解，融入周围的土地，原子形成了新的组织方式。它们成为了赞美葵的叶子、带斑点的蜗牛、玉米核、甲虫的上颚，甚至是鸟尾巴上的一根羽毛。但这些原子，每一颗都携带着之前的标记，所以生命并不会消失，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。曾经的你，可能会拥抱，会笑，会皱眉，但现在，也许变成了与浪花共舞的海藻，在积雨云下摇摆不定的漏斗云，扑棱着身体产卵的小银鱼，或是滑行在漩涡里的鹅卵石。你的身体可以跨越大江南北，让草原伸出皱褶，让松树枝弯折，让白鹭扑打双翅。总之，你曾经渴望地登上山巅，漫游海底，征服天空，
现在都会很轻松地做到了。刚才故事没讲完吧？后面呢？建议你自己去看书，《死亡的故事》，作者大卫·伊格曼。要参观一下吗？阳台的风景最好，可以看见东方明珠塔。不过是座电视塔而已，有什么好看的？陈麦冬，还好我了解你，不然我现在已经开始害怕了。你是对我家的灯有什么意见吗？取暖、照明，这些都对人的情绪有影响。暖光能让所有的棱角变得柔和，让人心神安宁。自己独处的时候，可以试试。记住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和王西夏一块住？这你都知道？忘了哪个老同学提了一嘴。他还没回来呢，相亲去了。怎么？以为我们城里人都不相亲，都在酒吧里搞对象？走了。陈白东，谢谢你。对你妹妹多一些耐心，坦诚是一切的解药。幸好今天有你，否则他把我给问烦了，肯定会告诉他，何叔是一定会上天堂的。你何袅袅要是想去那里，也得通过那儿的考试，差生是见不到亲人的。你可闭上嘴巴。你呢？还好吗？还好，你不是告诉过我吗？生而为人，只能节哀。带袅袅出去转转，你俩都是。陈麦冬，你把我删了。什么？微信，把我删了。行吧，加回来吧。那事过了。什么事儿？车站。接吻。手机，赶紧的。你这人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度量不太行。
儿尽兴吗？当然啦，爸爸以前承诺过好几次，全家一起去迪士尼玩。咱们今天就算把他这份一起玩出来了。不止今天，从今往后啊，咱俩要以身作则，带动咱妈和庄严，把和叔那份也活出来，好不好？嗯。哎，对了，那个记得